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终于整合了国内的绝大部分军阀。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大东亚共荣圈的形势在数月时间内发生了巨变，中华民国与大日本帝国的矛盾愈发激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抗议峰会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在最后一次外交协商后，双方决定在中华民国首都举行原定的共荣圈峰会，以讨论各项事项。中国代表要求解除全部军事限制，一名日本将官再也忍不了了。如果中国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和补救，那大日本帝国军队可不会坐视这种破坏大东亚共荣圈秩序的行为，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子弹会接过谈判的任务。开弓没有回头箭，高宗武总统知道谈判破裂的结果难以预计，日本会实施一波又一波的制裁，同时中国会面对的是整个大东亚共荣圈，但他为了等待这一刻花费了近30年时间。这30年里，他选择默默背负汉奸的骂名，只为了换取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对于日本官员虚与委蛇，只为争取技术和知识。现在几十年的忍辱负重，让中国有了向日本叫板的资本。而他要做的就是领导人民再打一场30年前的那场战争。这次反抗会不会再次失败？但他不会犹豫。中国人民不再是日本人的奴隶了，中国人民不再忍受日本鬼子强占自己的大好河山了。无论如何，我们将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中华民国万岁！我们的独立，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做任何掩饰了。为了缓和矛盾，中日在南京举行了南京峰会，双方的谈判几乎已经破裂。各国观察家都预测，大东亚共荣圈内可能要爆发一场激烈的冲突，乃至于走向军事热战。现在就需要启动大东亚共荣圈外交博弈。可以看到，左方是我们的阵营亚洲解放同盟，右方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左边目前只有我们一个国家，我们点一下。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就进入了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系统，每一步的决策都会对未来的东亚局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请您慎重决定，总统大人。此事事关重大，我给大家5秒钟时间，屏退左右，之后我们再继续。好了，相信时间已经够了，我们现在马上授权解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大东亚共荣圈中选择一些国家，然后拉拢他们。即使他们不能和我们并肩作战，也绝对不要站到日本那方。我们首先选择缅甸，现在还没有到博弈的阶段，所以我们暂时什么都做不了。外交任务推进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处理国内大大小小的问题。要想击败强敌，没有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国内做好合理的规划和完整的部署，才能激发出全部的战争力量。尽管中国的领土还没有完全恢复，但领土面积依然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国家，这为我们提供了敌人完全没有办法拥有的战略纵深。我们将中国划分成了3个部分：沿海以及和敌方交界的边界线，富有且较为安全的中部地区，作为最后抵抗的堡垒。随着南京峰会谈判破裂，大日本帝国联合共荣圈内的其他国家对中华民国实施经济制裁，不仅对中华民国所有的出口产品施加高额出口税，还勒令日企关闭工厂，完全撤出中国市场，试图逼迫中国就范。一时间，中华民国的经济遭受重创。南京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包括实施同等规模的制裁，并通过外交手段号召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其他国家开放对华贸易，加深经济合作。德国方面指责日本破坏国际贸易，美国方面则对东亚地区的自由和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双方都采取了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立场，各国观察家都将目光投射到了剑拔弩张的东亚地区。过了一段时间，之前我们选择拉拢缅甸，现在我们出牌的时候终于到了。总而言之，就是要选择右边点数最大的行动，然后只要这个点数的行动大于日本，这个国家就会倒向我方阵营，反之则会和日本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如果想采取某些行动，就要确保我们的资源足够。一旦我们确定能做的都做了，我们就可以锁定它，然后就等下一回合。到了1975年9月10日，我们的阵营情况如下，现在是时候给这一切做个了断了。曾经青天白日的光芒，短暂的为黎明带来了未来的曙光，但国父孙中山陨落之后，青天白日也失去了本来的光芒。曾经我们相信东方的旭日将会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带给我们的只是更加黑暗的绝望。在上次世界大战里，日本人宣称要解放全亚洲，然而无数应当被解放的中国百姓被他们肆意屠杀。到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试图剥夺中国最富裕的领土，随心所欲地赚取中华大地上的资源，尽情享用他们掠夺来的战利品，而我们却只能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直到现在，我们才终于明白，命运必须要主宰在我们自己手里，未来必须自己开拓。哪怕我们积贫积弱，我们也要全力大步向前，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再次追上这现代的时代。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用了几十年，向世人展示了现代化发展的奇迹。5个现代化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种，暗淡的青天白日终于再次有了光芒，即将升起的会是我们自己的太阳。再大的痛苦也会迎来终结，再黑暗的夜晚也将迎来黎明。在子弹和炸药的声音里，被黑夜包裹的我们将迎来全新黎明的到来。那么，我们这场仗打的究竟会怎么样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随着东亚战事不断推进，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中华民国。虽然日本海军依旧牢牢封锁着海岸线，但是陆军早就已经溃败了。国内越发严峻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危机也在迫使日本政府退出战争。在今日早晨，日本天皇罕见地对全体国民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前线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并请求与中华民国及其盟国展开和平谈判。此消息一出，对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及德国的外交官再一次表示了对中华民国主张的支持，也同样肯定了日本政府推进和平的选择。但目前日本外务省并未做出有关和平会议任何具体细节的回应。无论如何，中国的胜利已成事实，铺天盖地的鲜花与掌声迎向得胜归来的士兵，声势浩大的胜利游行正在东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各大城市如火如荼的举行。中德海棠依旧，战争胜利之后还有一些国策。我们已经打赢了富国战争，这就够了。至于我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那就是任重道远，道阻且长。我想我们今天这一集也就先到这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